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薄饼。这种薄饼在法国是一种非常普通的街头小吃，因为做起来很简单，也非常的快，现在已经成了日常的早餐选择。配方也非常简单，只要记住121就可以了。这里的1是指1杯面粉，2是指2个鸡蛋，另外的1是指液体部分，你可以用1整杯的牛奶，这样做出来的薄饼呢更有奶香的味道。也可以用半杯牛奶加上半杯水，水可以让面糊更稀一些。调味部分只需要加入1/2勺的盐就可以了。如果喜欢甜一些的口味，也可以加入糖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面糊搅拌完成后，可以直接下锅煎薄饼。如果能够多静置一会儿就更好了，这样会促进面筋的形成，让面饼更薄，而且不容易碎。今天我做的这个面饼呢，是更健康一些的版本，加了一些菠菜碎，就是将菠菜叶切成碎片，然后加到面糊里，然后还加入了一些黑芝麻，这样呢，孩子可以在早餐的时候吃点蔬菜。如果你也想这样做的话，记得就是要在最后，就是面糊要煎之前加入这些蔬菜。做这个薄饼，推荐你用不粘锅来做。如果你没有不粘锅，也可以用其他的锅，我用的是不锈钢锅。不锈钢锅做呢，需要先进行水滴测试，就是先中火预热锅，等个大概2分钟后，将水滴入锅中。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既不会散掉也不会烧化掉的水滴，锅这时候才会达到不粘的温度。关于这个不锈钢锅如何不粘，我们回头也可以单独出一个视频来讲一下。锅热了以后呢，加入少量油，然后倒入1杯面糊，快速的把锅转动一下，让面糊可以均匀的铺开。等到这个面糊的边缘有些发白了、发干了，小心的用铲子沿着边缘把薄饼和锅分离开，然后将薄饼翻面，再煎个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这个薄饼有很多吃法，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撒上白糖和柠檬汁，酸酸甜甜的，非常美味。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配水果、奶油、果酱、巧克力酱、枫糖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。如果你一次做太多吃不完，也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1-2天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做的很多有时间，做了更多的薄饼，也可以放在冷冻里，可以保存2个月。但是记得在每片饼之间要放一张油纸隔开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来尝试更多的家常美食。